那么现在我们正式开始 All on X， 也就是全口重置修复 Implant Full Mouth Rehabilitation 的讲座。一开始我也很困惑，因为他们只是一味的说 All on X All on X， 却没有任何解释，这到底是什么？而且大多数情况下 All on X 是通过置入4颗或6颗重置体来完成的。此外，诺宝科 Nobel Biocare 主要推广的完全骨质支持修复同样是以6颗重置体为基础，也就是说，无论是 All on X 还是完全骨质支持修复，基本都是以置入4颗或6颗重置体为前提。而今天我将进一步讨论最多可植入28颗重置体的情况。那么，如果做 All on 6， 这6颗重置体应该置入在哪里呢？首先，在前牙区置入2颗，可以对称地方置在冲切牙或侧切牙的两侧。那么，在左右两侧的全牙区隔置入1，可是否合适呢？是的。那么，全牙后方的重置体应该置入在哪里呢？理想的做法是在下颌海孔前方的第1前弯牙区域对称置入2颗重置体，最终这6颗重置体从切牙区一直分布到第1前弯牙区。如果是 All on 4，则是在切牙或全牙区对称置入2颗，在第1前弯牙区再置入2颗，总共4颗重置体。随后通过多基台制作全弓修复体，并将其以螺丝方式固定在重置体上。如果不是用多基台，也可以在重置体水平直接连接基台，制作 I-bar， 再进行干式覆盖义齿修复。那么，如果重置体质直到第1前弯牙区并制作修复体，其余的部分会发生什么呢？第1前弯牙之后的后牙区全部都会形成悬臂。在实际临床中，有人尝试通过降低1前弯牙区的重置体向后牙区倾斜置入，并配合角度性多基台来制作修复体，以减少悬臂长度。但这种方式只会让问题更加复杂，它不仅无法彻底解决悬臂问题，反而会因重置体置入角度不当而增加新的并发症风险。而且由于使用了角度性多基台，基台的机械稳定性可能会下降，从而缩短重置治疗的使用寿命。在 All on 4的情况下，必须通过获得间视的骨支持来确保稳定性，尤其是在上颌，由于可用骨量不足或骨质较弱，目前正常是通过使用全骨重置体或意图重置体来增加咬合支持。也就是说，随着多基台的发展，在因上颌斗导致参与骨不足的情况下，使用全骨或意图重置体的尝试正在加速。经验丰富、受过专业训练的口腔颌面外科医生可以充分利用意图区的皮质骨位，尽可能植入较长的重置体。通过将前牙去植入的重置体与多基台连接，或将多基台作为一体式基台使用，即可完成 All on 4或 All on 6的治疗。归根结底，要安全地完成 All on 4或 All on 6，最重要的是重置体的骨位，以及必须使用能够制作修复体的多基台。实际上，All on 4是一种临床风险非常高的治疗方案。如果只在一侧进行 All on 4，治疗结果的长期稳定性将取决于对侧的咬合支持状况。例如，在与 All on 5咬合的牙弓中，如果生育天然牙的咬合支持良好，反而可能预测到最差的结果。从咬合的生物动力学概念来看，重置治疗后聚焦力会持续增加。最终，如果咬合负荷过度增加，不仅会在重置体上产生机械性问题，还会因通过基台传递的过大咬合力而增加重置体周围炎的发生风险。相反，如果对还没有生育牙，而是使用全口义齿，则可以预测相对可接受的治疗结果和预后。归根结底，所有重置治疗的结果都可以通过对重置体骨支持与修复体所承受的药和负荷进行对比分析来预测。显然，重置体的骨支持必须大于其所承受的药和负荷。同时，基台连接在传递药合理的过程中，必须具备足够的机械稳定性。当然，修复体材料本身也必须是在传递药合理过程中不易破坏或过度磨好的材料。而最重要的是修复体的形态与咬合。形成正中关系最大牙间交错位的人工牙形态，必须被理解为由上下颌腰和所构成的3维空间概念。最终，下颌的位置是由正中关系下的最大牙间交错位所决定的，而控制患者下颌运动的偏行关系牙道与间隙，则由修复体的3维牙形态以及上下牙咬合所形成的覆盖 overbite 与负牙颌 overjet 的相对比例所控制。归根结底，
是种子修复体的功能性形态决定了下颌的自由运动与稳定位置。如果从牙颌的角度来思考，最终极的 All on X 其实是 One on One， 也就是每缺失一颗牙就植入一颗重置体。换句话说，重置治疗应以 One on One 或 Yin on Yin 的概念来进行。全口重置治疗中，必要且充分的重置体数量是上颌14颗，下颌14颗，总共28颗。一般来说，完全骨质齿式修复并不常用于上颌，而主要应用于下颌。这是因为上颌骨质相对较弱。正因为上颌骨质较弱 ，All on X 是以解决下颌修复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而上颌则可以尽使用活动义齿。如果仔细想想，下颌内含有舌头的存在，因此下颌活动义齿不仅难以制作得好，也难以使用。正因为如此，一种称为 All on X 的完全骨质齿式修复治疗方式是以解决下颌问题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总之 ，All on 4或 All on 6是通过在切牙到第1000万牙区植入4颗或6颗重置体，并在后牙区采用悬臂修复来完成的。而关于其长期使用寿命，一直都有持续的报道。大家最关心的都是完全骨质齿式修复究竟能使用多久。All on X 的平均维持年限大约是5年，5年可以说是一个保证期。超过5年之后，我认为就可能会出现问题。因此，为了获得良好的治疗预后，建议尽量减少或消除悬臂的产生。也就是说，应考虑 All on Pay 或 All on 10、12、14才能实现功能性与美观性兼顾的修复治疗。而在下颌后，牙区可用骨的形态或尺寸存在问题，无法在磨牙区植入重置体时，也应考虑重置体辅助性局部义齿。我最近听到的说法是，有人想只用4颗重置体来做 All on X。如果只植入4颗重置体，手术会变得简单，费用也会降低，而且修复体制作也会很容易，对吧？真的是这样吗？我不确定。真的只用4颗就可以吗？我不知道。他们让我这么做，但是所以 X 才是关键 X。那么我希望有多少个 X 呢？医生希望有多少个？患者有希望有多少个 X？ 请直接告诉我重置体的数量。我至少需要8到10个 X， 也就是说，我至少会植入8到10颗重置体。如果无法植入超过8颗，那就像前面说的，只能做6颗。那该怎么办呢？那我就选择重置体辅助性局部义齿。前牙区采用完全骨支持的固定式重置修复，后牙区则使用刻摘式局部义齿。那么这算是什么？这也不像，那也不像，但必须要安全，一定要安全，不能为了冒险而制造问题。在韩国内有使用 All on 4大约5年后重置体全部脱落的案例吗？于是不得不再次进行重置治疗，或者在重置体脱落、骨吸收进一步进展后，导致再次无法进行重置治疗，那样的结果，那位患者能够接受。在这位患者的案例中，上下颌都置入了重置体，但却发生了重置体周围炎，其根本问题在于药核负荷的增加。当上下颌都植入重置体时，药核里可能会过度增加，而在吸收丙酚3这种过度药核里的过程中，支持重置体的骨组织会遭到破坏，尤其是重置体置入位置与方向不良时，会改变药核里的传递与分布过程。如果垂直距离或整重牙间交错位存在问题，在药核里从重置体传递到骨组织的过程中，就会发生骨破坏。归根结底，无时可用骨的质量与数量强行植入过多种肢体，同样会导致骨破坏。也就是说，药核支持并不是由种肢体本身提供的，而是由于骨结合后的重置体周围骨组织所形成的。因此，超过可用骨所能承受的重置体离寸与数量是骨破坏的首要原因。当然，可用骨的体积与质量是形成药核支持的基础。最终，骨质薄弱的药核支持无法承受过大的药核负荷，而为了正确的传递与分散药核里，重置体必须置入在准确的位置与方向。我从一位曾在大学医院工作的后辈那里听到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位老先生到处奔走，说要医了证明，看起来他几乎跑遍了首尔所有的大学医院。他说自己在韩国最有名的医院做了全口重置，但在3年内全部失败了，而且据说在重置失败的过程中发生了大范围的骨伤势，最终已经无法再进行全口重置修复，最后只能选择活动义齿。据说他觉得自己的人生被彻底毁掉了，于是提起了诉讼，而且他随身携带着大量的诉讼文件。
据说所有的纪律都在里面，不仅详细记录了治疗的日期和过程，连咨询内容都已记录在案。说起来真的很可怕，即使只有1-2颗种子提出了问题，也会有很多患者来向我投诉，甚至10年后他们还会回来抱怨，而且会非常愤怒，要求退款。即使已经过去10年，这实在说不过去。当然，你可以理性的向他们解释，然后重新进行重置治疗。但像 All on X 这样的治疗费用非常高，如果3到5年就失败了，患者能承受吗？不能。一旦出现问题，就必须提出合适的解决方案或替代方案，必须向患者详细解释临床症状与现象的因果关系，并提出未来的治疗计划。在这位患者的案例中，上颌计划采用全口移植，并在上颌左侧第二脉牙区保留的充质体基础上，依附该移植的概念来获得药核支持。通过在上颌右侧第二末牙去追加一颗充质体，实现左右对称腰和支持的充质体支持性覆盖移植修复。在下颌，则在前牙区域第1前弯牙区增加充质体，在现有充质体的基础上，尽可能而挖博充质支持，制作固定修复体。也就是说，下颌采用 All on X 即 All on Chill， 而上颌则采用2颗充质体支持的覆盖移植。换言之，通过上颌刻在移植，避免了过度的下颌药核负荷，最终下颌 All on Chill 的预后与药核里密切相关。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认真思考 X 的数量。我认为必须慎重判断呢，究竟多少颗 X 充质体才最适合患者的具体状况。那么最终我们该如何诊断、治疗以及进行睡房呢？这一点非常重要。All on X 在技术上确实有难度，但只要经过研究是可以完成的。任何从事充质的牙医都可以做，所有技工所也都具备制作修复体的能力。没有技工所做不了 All on X， 他们都能做。但如果治疗计划错误，结果可能会非常严重。因此，我建议大家认真思考这一点。接下来我会进一步讲解 All on X， 也会讲到充质体辅助性局部移植，还会讲到全口移植，然后我会系统说明基于充质体的全口中间，最后再简单讲一下牙核。我想 All on X 的讲座就到这里结束。实际上，很多牙医都希望开展全口充质修复，而且全口充质修复的患者也很多。但在进行充质治疗之前，必须先决定的一点是，必须首先确定最终的充质修复体是采用螺丝骨位还是采用粘骨方式。我过去喜欢螺丝骨位，是因为修复体可以从充质体上拆卸下来，但这也意味着固定螺丝会发生松动。我也喜欢粘骨修复，但问题在于，如果基台连接松动，就没有后续处理的空间。正因如此，我们开发了像 S-Lock 充质体这样的基台连接方式，其骨位螺丝几乎不会松动，或极少松动。归根结底，大多数螺丝连接式充质体都会出现螺丝松动，因此很多人选择可再次拧进的螺丝骨位方式，而是用模式锥度螺丝连接的充质体，无法采用单纯的粘骨修复。所有未采用锁锥式基台连接的充质体也都不适合使用粘骨修复，因为螺丝松动的可能性非常高。这是因为一旦粘骨修复体中的螺丝松动，就必须拆除修复体才能重新拧进。事实上，为了解决模式锥度螺丝连接中螺丝松动的问题，提出了一种称为 SCRP 的修复方式。SCRP Screw and Cement Retained Prosthesis 是一种结合了 CRP 与 SRP 的修复方式。SCRP 的出现正是因为骨位螺丝反复松动，但归根结底，如果单纯使用 CRP， 一旦螺丝松动就会出现问题，因此不得不结合 SRP 的方式。因此，我们必须思考为什么在 SLOC 充质体中采用了锁锥式基台连接，以及我刚才提到的诉讼问题。如果基台骨位螺丝松动或充质体本身脱落，就必须全部重来。患者不愿意再次支付费用。如果你是患者，会愿意吗？我肯定会想尽办法追究那位牙医的责任。这位患者最近刚完成了全工重置修复，他们采用的是粘骨方式。我只希望他至少能使用10年。氧化锆修复体是直接粘接的。一般来说，在粘骨式全口重置修复中，修复体会分为前牙区合作，由后牙区分别制作。也就是说，建议将 All on X 分成3个修复体，一批配各自的就为路径。当然，如果是通过多基台制作的螺丝骨位修复体，则必须整体制作成一体式。归根结底，
使用多基态意味着允许较大的就位角度，并制作螺丝骨位修复体，而采用粘固修复完成 All on X， 则意味着使用定制基态或连接标准基态，在口内进行修正，并以类似天然压修复的方式完成修复。类似天然压修复的概念，通过连接多各种肢体来制作修复体，或者分别制作修复体后，再将其连接到基台上。在之前展示的 All on 14案例中，上下含共28颗冲脂体制作成单一修复体并进行粘固，而在这个案例中，则将粘固式 All on X 分为3个修复体来完成。因此，上下含个分为3个修复体，总共6个修复体。也就是说，将多各种肢体整合为一个修复体。那这样做有什么优点呢？这意味着在修复体损皮或冲脂体脱落之前，患者基本不会再回来纠正。换句话说，由于粘接强度高，修复体脱落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从咬合情况可以看出，仔细观察的话，前牙的覆盖并不明显，整体咬合更接近活动一吃的咬合形式。也就是说，通过调整偏心接触，实现减少水平咬合里的完全平衡咬合。特别是这种咬合方式可以减少前牙的水平咬合负荷，防止冲脂体承受过大的咬合力。在咬合方面，上颌氧化高压的体积大于下颌氧化高压，由于覆盖面积较小，水平咬合压力并不大，并且氧化高修复体通过粘固方式牢固地固定在基台上，